我叫苏雪，从小在青山村长大。因为我家穷，别人总欺负我。一边个穷鬼，滚远点！再敢去我们家地里捡东西，看我不打死你！雪走定，然后再爬两车，我就放过你们了。啊！睡个觉，闺女，不要啊！不要，不要！直到某天，海城豪门苏家找到我，说我是他们的女儿，将我带走。我以为从此不用再遭人白眼，任人欺凌，但是你嫉妒若若事事比你优秀，居然把她推到泳池想杀死她！我没，你们别怪姐姐，都是我这个养女的错。姐姐被找回来10年，我早就该走了。若若是我们唯一的小妹，要走也该是你这个心狠手辣的人走。孽女，快给若若道歉！我没错，是苏叔叔冤枉我的，之前的火灾也都是他。他妈还敢诬陷若若！若若，妈，你别打姐姐，你要打就打我吧。我陷害你又怎么样？没人会信你。若若，你为什么3番5次陷害我？为什么？他扔出苏家，因此我们没有这个女儿。妹妹，你死了，苏家就是我的了。没人会信你。若若是我们唯一的小妹，女人更难买，因此我们没有这个女儿。更难买，因此我们没有这个女儿。这是哪儿啊？我不是被苏若若害死了吗？校服。2013年9月3号，我重生回来。10年前，这是我回苏家的第3年。孽女！前几天我只不过说你几句，你竟然怀恨在心，纵火要烧死我们！若若为了救你，身上大面积受伤，天下怎么有你这么恶毒的姐姐？他说那么多废话干嘛？来人，上家法！我今天我要打死你！我，你要干什么？你要造反吗？姐姐，你就别惹爸妈生气了，你让他们2口打打你出恶气，以后我们一家人还能好好过日子啊！我们一家人。这一巴掌是打你痴心妄想，区区一个抱养来的野种，你还跟我相提并论？你干什么？你是要当着我们的面行凶吗你？姐姐，这一巴掌打你鸠占鹊巢，还满口谎言。这场火灾明明就是你为了把我赶出苏家一手设计的。好啊，你还敢诬陷若若？我打死你！这一巴掌我要让你记住，从今天开始，他们只要敢动我一下，我都会向你千倍百倍的讨回来。好啊，生出你这个胆大包天、心思歹毒的孽女，是我苏家的耻辱。我今天要替天行道，好好松松你这只软骨头。
打了他，你就不能打我了？你敢欺负若若，我打不死你！你给我松手！好啊！你这个死丫头今天是疯了！姐姐，你打我就算了，你怎么能打爸爸？是他自己摔倒的。再说了，这里有我爸妈吗？混账！你当老子死了吗你？你这个老邓，你给我闭嘴！就因为我是农村来的，你们一个个的都瞧不起我。从我回到苏家那一天起，你们就把我当成阴沟里的老鼠，避之不及。既然你们从未把我当成家人，今天我就如你们所愿，跟你们一刀两断。你爸，你没事吧？老公，你没事吧？快叫120啊！没人能明白，从小受尽欺凌的我，曾多么珍惜眼下来之不易的生活。可我在火灾里拼命救出的家人，却把凶手苏若若当成救命恩人。引击新闻：因国际形势动荡，金价上涨，有人凭借囤金实现一夜暴富。璀璨日新原创歌手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短视频的出现让草根也能当明星，房价居高不下。曾经的苏雪已经死了，现在的我是钮祜禄苏雪。明天就是小雪的生日了，我要多接个活，给小雪买个蛋糕。爸，哎，小雪，你怎么回来了？快给我钱，咱们要暴富了！来，老公，吃个苹果。小妹，医生说你的烧伤做几次修复手术就会康复，不会留疤的。那个孽女回来了，让她到阁楼里跪着反省，没有我允许，不许出来。没找到他，学校里也没有。什么？小年纪就学会离家出走？我就说嘛，我养了个白眼狼，当初把他接回来，那就是个错误。他不要跟我们断绝关系吗？那就让他滚，滚得越远越好。对，我们有若若这个小妹就够了。不管再怎么说，苏雪跟我们有血缘关系啊。明哲，你把苏雪手机号发我一下吧。我没有，你找二姐要。我也没有。若若，不是，你们看我干什么呀？我刚换了新手机，我也没存。爸，我平时工作那么忙，手机里都是重要客户，怎么可能会有他的？都没有。我们一家6个人，没有一个人有苏雪手机号。既然你们从未把我当成家人，今天我就如你们所愿，跟你们一刀两断。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爸，小雪，你回来了。爸，你看，小雪，咱们卖房子和地的钱你都买成金子了。爸，再过几天全球金价上涨，有了这些黄金，不够我们吃穿不愁了。张老师，苏少，你怎么又来了？苏雪回学校了吗？她这几天都没有来啊，是不是那个穷鬼又惹若若小姐不高兴了？我就说那种下等人，野性难驯，根本就不配读我们这种贵族大学。你叫他穷鬼？是啊，他是学校里出了名的贫困生，每顿饭只吃馒头和咸菜，天天穿同一套校服，走到哪儿都是一股子臭味。他怎么可能是贫困生？她明明是我的小妹。苏少，您别给那穷鬼脸上贴金了。我们都知道，苏家呀，只有苏若若一个小妹。大哥怎么来了？难道说苏雪是苏家资助的贫困生？可苏家有钱有势，生活费应该给不算少吧？对了，有一次那个穷鬼啊，为了得到在运动会上作为奖励的运动鞋，居然跑步跑昏迷，被送进医院了。为此，我还差点断送了全程。一双运动鞋？你来这儿干什么？出去！大哥，我想送你双鞋，这是我。以后不准踏入这个房间半步，滚出去！
苏少，你没事吧？原来他也曾关心过我们。张老师，麻烦你把苏雪的联系方式给我，不管有什么误会，我都要当面跟她说清楚。他一个贫困生，没有手机的，我们也联系不上他呀。1天之内务必给我查到苏雪的下落。是，苏少。大哥来调查，肯定是起疑心了。苏雪，我一定要让你彻底消失。涨了，金价涨了。闺女，爸看不懂啊，涨了多少啊？5块？不是，50倍。什么？咱们花了10万块钱买的金子，涨了5倍，那就是50万的。姐姐，聊什么呢？这么开心？我们家不欢迎狗，滚出去！苏雪，之前在火灾里没把你弄死，那是我的疏忽。这一次，我不会再手软了。你动手！是不是那个穷鬼又惹若若小姐不高兴了？我就说那种下等人野性难驯，根本就不配读我们这种贵族大学。我们都知道，苏家呀，只有苏若若一个小妹。若若向来乖巧懂事，可为什么她跟苏雪在同一个学校，却没人知道她们是姐妹啊？喂，大少，苏雪正在她的养父家，听说他们把房子和地都卖了，可能是穷得走投无路了。备车，我现在去看看。嘿，小弟，想死吗？废！你都已经得偿所愿，成了苏家唯一的大小姐了，你干嘛还来招惹我？你以为我会信你的苦肉计？刚刚我还听你们2个穷鬼在那说什么50万，你们肯定是在觊觎苏家的财产。区苏家，你以为我会放在心上？哦，我想起来了，像你这种来路不明的野种，才会不择手段，想方设法的取代我。骂谁是野种？打死你！放开，小贱人！信不信我告诉爸妈还有大哥他们，让他们好好教训你？我本来不想理你，但是既然你主动上门了，那我就得好好招待招待。苏雪，你干什么？苏雪，你干什么？若若，本来没事儿，现在重伤，有你啊，是他的福气。大哥，你来的刚好。我本来是想劝苏雪姐回家的，但是她说要打死我。苏雪，给我个解释。你想要我什么解释啊？刚才这养女不是说了吗？是我打的她，在你们苏家不是她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的解释就是狡辩，就是放屁。不管怎么样，打人都是不对的吧？你现在给若若道歉，这事儿就算过了，我不跟爸爸说。你这句话我不爱听，撤回。我对你们这套兄妹情深的戏码不感兴趣，赶紧滚！苏雪最近怎么突然这么硬气？如果苏雪打了若若，这人是苏家的保镖，以他的身手是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若若被打的。小雪，刚才是我冲动了，你能不能告诉大哥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次大哥一定信你。大哥，这个人鬼话连篇的，你别听他解释。滚！爸，我们回屋里去。小雪，为什么你也有烧伤？难道放火那个人不是你？难道你们有钱人的命是命，我闺女的命就不是命吗？你说什么？自从我闺女10年前被你苏家接走，她每次回来，她不都是带着一身伤吗？孩子，你怎么伤成这样都不跟爸说呀？都是爸没用，
都是爸保护不了你呀！爸，你这是干什么呀？要不是爸没钱，他们怎么能欺负你？小雪，你告诉我，这个烧伤到底是怎么搞的？如果你受了委屈，大哥一定替你讨回公道。公道？事到如今，我要是公道有什么用？它能让我的伤疤复原吗？它能让我受到的屈辱消失吗？它能让我被罚跪、被嘲笑、被侮辱的一切不复存在吗？对不起，以后大哥一定尽力保护你、照顾你，行吗？苏总，破镜难以重圆。你现在这个装作善良的样子，最让我感到恶心。小雪，别说气话。之前的口头协议是我不够严谨，请你把它交给苏远镇跟钟曼丽。从今以后，我跟你们苏家再也没有任何关系。大哥，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午饭。听爸妈说你经常忙起来没时间吃饭，我给你。喂，公司出事了。好，我马上过来。小雪，这么多年，我知道你受了委屈，你相信我，大哥一定替你讨回公道。我会让爸妈重新信任你的。不重要了，我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我一点都不在乎。赶紧滚！爸，我们会离婚。小雪，亲人关系断绝书，太好了！我放火的证据已经全部被清除，只是苏雪这个贱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变聪明？柔柔，你没事吧？哎，疼。走，大哥带回家。来。当啷啷当！哎，闺女啊，咱刚赚了点钱，就买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太奢侈了？爸，你辛苦把我养大，现在我有能力孝敬你了，你就好好享福吧。欢迎各位来到原创歌曲的比赛现场，我是主持人艾伦。这不是最近很火的原创歌曲比赛吗？听说上届冠军成了大明星，年入好几千万呢。时间倒退10年，此时正是歌曲选秀的鼎盛时代。恭喜此次原创歌曲大赛的获得者，获得奖金666万。王苏凤没火，孔雀传奇没火，我要火啦！这都半个月了，这个孽女怎么还不回来？苏学姐肯定还在生气，要不我去给她道个歉吧？你给她道什么歉？她打了你，她应该给你道歉。再说了，指不定她偷了咱们家多少钱呢，现在在外面逍遥快活呢。我查过账单，家里1分钱都没少。大哥，我发现你最近很爱帮苏学姐说话。我只是在阐述事实。如果这件事不是他做的，我们就不要栽赃给他。包括那场火灾，我们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那场火就是他放的吧？若若不是说了吗？她亲眼所见，就是那个孽女放的火。妈，如果是因为那场火之后，肉肉发生了记忆混乱呢？我已经派人去找证据了。如果真是他做的，我会亲手把他送去坐牢。但如果不是他，我希望我们全家给他一个公平的道歉。道歉？道什么歉？我呸！我是他的父亲，就算我冤枉了他，他也得给我受着。
王妈，这饭谁做的？怎么这么难吃？对不起，先生，我再去做。算了，下次注意吧。妈妈，这可是香奈儿高定礼裙，不能全洗的。对不起，二小姐，我不是故意的。王妈，为什么我的车到现在还没有洗？一会儿我要出门，你是想让我在朋友面前丢人吗？王妈，你怎么回事啊？这些天你是饭做不好，衣服不洗的，你说不想干了？对不起，太太先生，家里自从苏小姐离开之后，家务活没有人分担，我们几个下人实在忙不过来了。什么叫苏雪走了之后，家务活没人分担？之前每天都是苏雪小姐天不亮就为大家做早餐，等你们都睡下了，她还要帮各位少爷和小姐把衣服和鞋子洗好烫好，就连家里的车也是她洗的。她一个人能干那么多活？不可能吧？这是真的。苏雪小姐回到苏家这些年，几乎每天都只睡3、4个小时，从无怨言。真是天生的贱种！我们把她给接回家，难道是让她干杂活的吗？怪不得上次大哥说她还在学校营养不良，竟然在运动会晕倒了。我看他就是故意的，故意让别人都以为咱们家虐待他。其实我有一句话一直没有说，苏雪小姐为了迎合这个家，她其实付出了很多，她不可能纵火的。她会有那么好心啊？帮我们洗衣、做饭、擦车。民主，你赶紧去检查一下咱们的车，说不定这个孽女早就给刹车做了手脚。好，站住！事到如今，我们还不好好反思一下，是不是我们对苏雪的误解太深，才造成了如今的局面？怀川，你在说什么？我们有什么好反思的？你可不要被那孽女迷昏了头。妈，我看到苏雪身上也有烧伤，我现在合理的怀疑纵火者另有其人。好好一顿饭，非要提那个孽女，从今往后谁再提那个孽女一个字，都给我滚出去！爸，你就不能……大哥，你别惹爸妈生气了。爸妈，璀璨之星的比赛结果将在下周公布，这是我新创作的参赛歌曲。哎呀，真不错呀！看来我们若若真的是有音乐天赋啊！哎呀，这次冠军啊，一定是你的。若若啊，赢了比赛之后，你说想要什么，爸爸都给你买。不管结果是什么，我都要调查清楚。大少爷，大少爷，有事吗，王妈？这是苏雪小姐留下来的日记本，我看出来了，你是这个家里唯一关心苏雪小姐的人，也许您能从这里边发现些什么。谢谢。在爱的回归线，有期待会相见，天会晴，心会暖，阳光在手指间。闺女啊，你刚才唱的歌太好听了，不过这歌为啥我从来都没听过呀？这些都是我原创的。什么？你还会写歌曲啦？是啊，还有这些。你写了这么多？明天就是璀璨之星的截稿日了，我打算给乐坛一个小小的震撼。哪来的要饭的？滚出去！这次的选秀，除了一个叫苏若若的歌曲还算优秀，剩下的呀都惨不忍睹。我看明年的璀璨之星就不要再办了。
这是谁写的歌曲啊？对不起，艾伦总监，我这就把这个穷鬼赶走。哎呀，我叱咤歌坛10几年，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有天赋的音乐人。快把人找出来！这是我写的。是你？果然人不可貌相。决赛之夜，请你务必来现场。4月3号，今天是我回苏家的第1天。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居然是海城首富苏家报错的女儿。我的家人都好优秀，也对我很好。大哥好厉害呀！你在干什么？是不是想偷东西啊？大哥，我没有，我就是好奇想看看。好吗？叫人把这儿的地面全部打扫一遍，然后再上个图。大哥，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穿鞋进来了。这些钱够你花，滚！我都干了些什么？今天我真是太开心了，我期中考试考了全校第1，爸妈高兴地说要带我们一家去吃大餐。可是半夜我就闹了胃病，把吃的东西都吐了。真是山中吃不了细糠，这顿大餐是为了庆祝若若考了全班第1，给他庆祝的。要你倒好，他吃的比谁都多，这辈子没吃过饭吃。大哥，我好难受啊！哎呀，恶心死了！哎呦，大哥，我们还是赶紧走吧。谁知道这种穷鬼身上有没有什么病毒啊？后来我看了医生，医生说我是海鲜过敏。二姐说的没错，这么好的东西给我吃就是浪费。不过我还是很开心能跟家人团聚。海鲜过敏，因为若若爱吃海鲜，所以苏家每顿饭都有海鲜。怪不得他会对这个家失望。孩子们，快出来，快出来！来了！怎么了嘛？你们的爸爸呀，有个重要事情要给你们宣布。就在刚刚，璀璨之星的主办方跟我取得了联系，我们的好女儿，你们的好妹妹若若是本次比赛的冠军。小妹，你太厉害了！对呀，你跟我当年也只是全省高考状元，没想到我们家还出了个全国冠军呢。小妹，想要什么礼物，二姐全都满足你。什么都不想要，我就希望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能来颁奖现场，跟我一起分享冠军的喜悦。好，那就传我的话下去。下周的决赛之夜，我们苏氏集团出资666万，给冠军获得者，我们苏氏所有的员工放假1天，都去观看此番盛况。好，好孩子，获奖感言都背好了吧？都背下来了。好，这大城市可真好啊！平时只能在电视上看的比赛，居然到现场来看了。欢迎大家来到璀璨之星的决赛现场。接下来我就要宣布本届的冠军，他所创造的每一首歌曲啊，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足以震撼整个歌坛。闺女，你别紧张了，爸爸陪着你啊。好孩子，你是爸爸妈妈的骄傲。本届冠军获得者就是本届冠军获得者就是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我能有今天的成就，都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的用心栽培和支持，我一定会再接再厉，不辜负大家对我的肯定和期望的。对，我的女儿若若从小就乖巧懂事，在音乐上有惊人的天赋，她能获得今天这个荣誉，那是她应得的。你们干什么呢？给我坐下。这种比赛要留有悬念。坐。接下来我宣布，此次大赛的冠军就是苏雪小姐。苏雪，怎么可能是那个贱人？接下来有请苏雪小姐上台领奖。感谢节目组的认可，感谢所有观众的支持。今天能站在这里，我很高兴。苏雪她就是个没文化的农村人，她不可能是冠军。这冠军是我的。对呀，你不说这冠军是我们苏家的吗？我们没有说错啊，苏雪不就是苏总您的女儿吗？哎呀，弄错了。下面我们有请本次大赛的赞助方苏总上台为苏雪小姐颁发奖金666万。哎呀，果然是父女情深呐！苏总这是太激动了，我们大家为苏总鼓鼓掌，为他加油。黑幕，这里面一定有黑幕。姐姐，你跟我们说实话，你是不是为了抢走我的冠军，把这个老男人上床了？你们别胡说，我闺女还在读大学，你们现在败坏她的名声，她以后怎么抬头做人呢？好啊，你个孽女，你为了赢过若若，你竟敢跟主办方睡觉，你把我们苏家的脸你都给丢尽了你！注意你们的言辞，我告你们诽谤罪！你们不是睡了还能是什么？我姐姐她就是个没文化的农村人，她在来我们家之前，她连一首完整的音乐都没听过。好，既然你们质疑我，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真正的实力。阿伦，麻烦帮我放一下我比赛的歌曲。故弄玄虚，他一个乡巴佬要会唱歌，我就跪下来学狗叫。我在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昨天遗忘风干了忧伤，为何你重逢在那苍茫的路上？生命已被牵引，潮落潮涨，有你的缘。不可能，世界怎么会有如此动听的音乐？像这样惊为天人的歌曲，苏雪一共创造了30首呢。30首，真是才女啊！不可能，他这一定是抄袭的。苏若若，你说我抄袭有什么证据？承认别人优秀很难吗？这些歌都是爹给他写的。你是云国最优秀的音乐制作人，一定是他陪你睡觉，你就给他写歌；他跟你睡一次，你就给他写一首。30首歌曲，你们至少睡了30次。你看，姐姐被我说中，狗急跳墙了。我见过裹小脚的，我还没见过裹小脑的。就这种曲子，我就是信手拈来，随便做一首都比你的强。大言不惭！你要现在能写出一首歌，我就跪下给你磕头道歉。帮我拿纸笔。要还装呢？我们若若这么优秀，
创作一首曲子只需要1个小时。既然你事事都不如若若，给你3个小时怎么样？你怕了吧？不用3个小时，3分钟就够了。狂妄！3分钟写出来，那我就让苏家全家给你磕头道歉。那我就让苏家全家给你磕头道歉。你最好说到做到。好了，3分钟能写出什么？鬼画符才差不多。哎呀，这首歌曲简直是惊为天人！你还真会碰臭脚你！怎么会这样？不是，你是脚踩电吗？你抖什么呢你？这怎么可能啊？爸妈，你们的艺术造诣不如我，还是让我帮姐姐来指点一下吧。You know you love me, I know you care. Whenever and I'll be there. You are my love, you are my heart, and it will never, ever, ever be apart. We're just friends. What are you saying? Said there's another look right in my eyes. My first love broke my hear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would lie,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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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like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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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like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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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I thought you'd always be mine, mine. 不可能，苏雪，她只是个粗鄙的农村人，她怎么会写出这么美妙的歌曲？居然还是英文的！哎呀，苏小姐，这首歌真是太 amazing 啊，非常的符合我公司旗下当红歌星爱丽丝的演出风格。这样，你把这首歌的版权卖给我，我愿意给你5000万。你把这首歌的版权卖给我，我愿意给你5000万。好的，那等颁奖结束，我们再去后台签订版权转让合同。不可能！我姐姐她就是个没文化的农村人，你明明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基因优势。你区区一个养女，天生的贱种，就算苏家花金山银山培养你，你还是比不过我。你行了，不废话了。你们刚才不是说只要我写出来，就跪下来道歉吗？来吧。苏雪，你疯了！我是你亲爹，你让我给你跪下，你不怕天打雷劈吗你？苏远镇，愿赌服输，难道你要反悔吗？你叫我什么？苏远镇，苏远镇，苏远镇！我是你老子，我打死你这个不孝女！你要是敢动我女儿一下，我就和你拼了！各位，刚刚都听到了苏家人与我的赌约了吧？他们现在出尔反尔，这件事情一旦传出去，就会成为新闻头条，而且还会让苏氏集团的信誉蒙羞，导致股市下跌，濒临破产呢！破产？头条新闻会有奖金，那我要当第一个爆料人！我也要爆料，我也要爆料！跪！我给你跪！苏雪，我就问你一句，我是你亲爸，你就逼着我给你下跪吗？我是你亲爸，你就逼着我给你下跪吗？跪！你们统统都给我跪！上一世，你们所有人都欠我，
弱弱的冠军都抢走了，你还这么咄咄逼人？好，我也可以不逼你们的，那你们就让你们最疼爱的小女儿苏若若代劳吧。姐姐，若若，你最懂事了，若若。等这件事情过了之后，爸爸好好补偿你，好不好，若若？啊！我们苏家不能破产，这委屈你了，若若。苏若若，这就是被人抛弃的滋味，你给我好好品尝。若若。姐姐，我错了。你说什么？我听不见啊！姐姐，我错了，我不应该诬陷你跟阿文总监有私情，我也不该质疑你的实力，都是我的错，你原谅我吧。苏轼，我会放过你的。乖，苏若若，你知道击溃敌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吗？就是把他捧到高处，再狠狠摔下去。不过你的道歉，我不接受。刚刚的视频都拍下来了吧？把它发到视频网站上，我要让他身败名裂。把它发到视频网站上，我要让他身败名裂。现在吧，已经发布了。哎呀！哎呦，这怎么？你别看了，怎么弄你？我苏轼，你这个贱人！既然私事都已经处理完了，各位，你们可以采访我这个天才冠军了。走。苏雪小姐，我是海城日报的记者，想问一下您获得了璀璨之星有什么感想？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那我就长话短说了。不过这里也说来话长，首先我要感谢一直虐待我的苏家人。不过这里含妈量极高，我就先略过了。其次就是我想感谢苏总馈赠的666万元，我想带我的养父去旅游。来吧。苏小姐真不错呀，获得了这么大的成就，还记得回报养父的恩情。苏小姐，我是京都音乐学院的校长，我想请您来我们学校上学。我是星光娱乐的经纪人，我想跟你谈一下签约的事儿。这些荣誉本该属于我的。苏若若，以后只要有我在的地方，你就只能活在我的阴影之下，仰望我。爸，我们走吧。小妹，恭喜你啊！我这儿有一张可以无限刷的黑卡，大哥送给你。我这儿有一张可以无限刷的黑卡，大哥送给你。远点儿，别影响我心情。苏雪，你别不知好歹，大哥这是在给你台阶下，你赶紧把钱减了，跟我们回家。你们给我点钱，我就要感恩戴德吗？那我以前吃不上饭的时候，生病了没有钱买药的时候，一年四季只有2套校服可以穿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有给过我1分钱？小妹，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这样，咱们……苏总，
迟来的深情比草芥。爸，名字。苏小姐，苏小姐，我这儿还有个问题，能不能回答一下？苏小姐，大哥，要不要找人教训一下这个贱人？贱人？你叫她贱人？她是我们亲妹妹。可是，明哲，是我们对不起她在先。你说什么？这是她写的日记，看完你就明白了。我的三哥也太厉害了，他是国家级的滑雪运动员，已经代表云国赢了好多比赛了。可是有天他的滑雪板坏了，我本想给他修好，可他却误会是我弄坏的。三哥，这是不是你弄的？不是我，我是想帮你修的。这是不是你弄的？不是我，我是想帮你修的。不是你还能是谁？之前你没来苏家，我的滑雪板从来都没事，你一回来它就坏了，肯定是你弄的。难道是我误会他？出事了，出大事了！三哥在昨天的训练里摔伤了，到现在还因为高烧昏迷不醒，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急坏了。可是我什么忙都帮不上，我太没用了。对了，我想起来有个办法，肯定管用。好了，水好凉，为了三哥的病能好，我让水热。好热啊！热啊！好热啊！好热啊！三哥，你一定会没事的。你在干什么？三哥，腿伤了。你还要不要脸了？滚出去！原来他是为了救我。你还要不要脸了？滚出去！原来他是为了救我。我都做了些什么？小雪，是三哥错了。太好了，太好了！你新创作的歌曲今日上线，又霸占了全国音乐榜首。哎呀，你现在呀，可就是那炙手可热的顶流明星。只是我一个人当明星啊，没意思。那你想干什么？未来的时代将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当明星的时代。那怎么可能？当明星比登天还难，不仅需要天赋、身材、样貌，还需要专业的公司打造。不，只要有一部手机，分享记录美好的生活，人人都可以当明星。分享美好生活，这个理念好。哎，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了？好啊！哎呀，这个项目有意思，只是成本投入恐怕我们自己吃不下来。你去联系投资大佬钱总，他一定愿意投资我们。若若，最近的事别往心里去。那苏雪她就是走狗屎运，
等一会儿咱们见了钱总，有他助力，你一定能成为云国最厉害的音乐人啊！谢谢姐姐。钱总来了，走。你们来啦！钱总，苏才女，感谢您能上脸莅临我司，我可真是三生有幸啊！钱总谬赞了。苏总，钱总听了您的方案，愿意给咱们投资30个亿呢。30个亿！怎么回事？怎么有人晕倒了？快叫救护车！不必，苏某不才，刚好会一些急救措施。你要干什么？若若怎么会平白无故的晕倒？通知爸妈了吗？爸妈还在法国给小妹申请音乐学校，我没敢告诉他们。到底怎么回事啊？还不是因为苏雪那个贱死！我带着小妹去找钱总拉投资，谁知道这苏雪半路杀出来，他硬是找钱总要了30个亿的投资。30个亿！我之前创业找钱总投资，他还只给了我1个亿。大哥，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若若让苏雪欺负了。苏雪太厉害了，大哥，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从来没有了解过苏雪？明哲，你在说什么呢？啊？那个穷鬼，他偷东西，打若若，谎话连篇，甚至还想放火烧死我们，这都是我们亲眼目睹的，还不够认清他吗？啊？这2天我派人调查了苏雪，她和我们认知中的有点不太一样。她在学校里经常被人孤立、欺负，甚至被人打了都不敢还手。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做出这么出格的事儿？对啊，更关键的是，他的学校竟然没有1个人知道苏雪就是我们苏家的女儿。这怎么可能？若跟他一个学校的，那若真心待他，那肯定……你也察觉到很奇怪了，对不对？关于那场火灾，我也找人在调查，只是线索被人抹除了，暂时还没办法知道真相。二姐，我还想问问你，上次若若弹琴被藏在琴键里的刀片割伤，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不都调查清楚了吗？是苏雪，她嫉妒若有才华，那在琴键里放了刀片嘛。哼，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我直到看到了苏雪的日记，才发现事情不是这样的。日记？什么日记？事情不是这样的。日记？什么日记？这是苏雪写的日记，里面记录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儿。他也太有心机了吧！啊，这什么话不说，居然全都写出来！好冷啊，好饿。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不能哭。但为什么大家都不信我？我真的没有在若若妹妹的钢琴里放刀片。哎呦，孩子啊，这疼不疼啊？好了好了，若若不哭了啊。你个孽女，竟敢在若若的钢琴里藏刀片！我没有，你就是嫉妒若若比你有才华，你想让她这辈子弹不了钢琴是不是？爸妈，我真的没有。你就给我跪着！什么时候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什么时候再站起来！
好冷啊，好饿。二姐为什么不说实话呀？明明昨天晚上她也去解放了。我没想诬陷她，是那段时间若我觉得练剑太辛苦了，所以我们才自导自演了那场苦肉计。是那段时间若我觉得练剑太辛苦了，所以我们才自导自演了那场苦肉计。但是我发誓，我绝对没有想到爸妈会怀疑是苏雪干的呀！继续看。我的二姐太厉害了，她居然是国际知名的摄影师。听说她这次要参加大赛，居然找我当模特，能帮她二姐，我很高兴。二姐，到这儿可以了吗？我怕水。往边上去点。哎呦，再往边上去点！跟你说了，这构图不好看，快点儿！喂，若若，好，我现在就陪你回去逛街。行，那你在家里等着我。二姐，二姐我不会游泳。二姐，二姐我不会游泳。二姐，二姐，我居然把他给忘了，我居然差点害死他。但是大哥明哲，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接了若若的电话。苏雪说的没错，在我们这个家，从未有过一个人真正关心过她。之前我们把她接回来的时候，我们怕若若伤心，所以才刻意和苏雪保持距离。我们却忽视了她也经历了人生变故，从原本熟悉的环境到了我们家。他才是我们最需要关爱呵护的人。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现在立刻找他道歉。我现在立刻找他道歉。回去，没用的。我之前找过他，被拒绝了。可是我们伤害他这么深。如果误会不解除的话，那我们一家人都会有隔阂的呀。过几天是小雪的生日，等爸妈从法国回来，我会安排一场家宴，我们一起向小雪道歉，希望她会原谅我们吧。苏雪，贱人，绝对不会再让你回到苏家。哎呀，今天是抖音短视频平台上线的第一天，没想到短短1个小时，居然有3万人注册。不是3万，是35000人。不对，是4万人。天哪！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用不了多久，英国每个人都会使用我们的软件。 No， 这还只是个开始，未来我们还会火爆全球。可是反响再好，我们也只是给大家提供了展示生活的平台，但我们靠什么赚钱呢？接下来我会招商引资，吸引这些广告商、品牌商和我们平台合作。这些用户就是他们推广产品的渠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岂不是日入过万了？老铁，你格局小，在直播兴盛的时代，一场促销活动就可以日赚几10个亿。近日，璀璨之星大赛的冠军获得者苏雪放弃音乐创作，投身于商业赛道。
抖月短视频上线后受到全民追捧，目前已有8000万用户。据保守估计，苏雪已身价过千万，是海城炙手可热的商界新星。我和你妈出国才半个月，这苏雪竟然成了青年企业家！这苏雪竟然成了青年企业家！哼，瞧他什么狗样！那还不是我们给了666万，他才有了今天。妈，那点钱根本不够小雪创业的，她是找了大投资人钱总，投了30亿。什么？钱总居然会看上他那个破项目？爸妈，苏雪已经不是我们之前认识的那个人了，她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现在但凡在海城有头有脸的人都很看重这个项目，她已经是很多人的偶像了。变了个人，我怎么看不出来啊？就算他换张皮，他也是农村出来的穷鬼。就是，说白了，钱总之所以资助他，那不是看到我们苏家的面子。爸妈，苏雪已经公开宣布和我们苏家断绝关系了。上次我找苏雪，她给了我这个。好啊，这个孽女竟然说农村那个穷鬼才是她的亲爹！好了，老公别动气啊！我就说了嘛，他就是个养不熟了白眼狼。断绝关系也好啊，这种全民造星的想法本身就是纸上谈兵、无脑人的空想，没准明天就破产了，到时候可千万不要连累我们苏家。爸妈，事到如今，你们为什么不愿意认可苏雪的能力？她已经成功了。是啊，就连权威媒体都在报道她，说明她的项目是被权威认可的。你不知道新闻是可以花钱买的吗？啊，瞧着吧，等他赔光了钱啊，就会跪下来求着我们给他擦屁股。你们大哥、爸妈，你别吵了。我想苏雪姐现在这么高调，就是想向我们证明她的能力。可她确实是太稚嫩、太冲动了。稚嫩？你什么意思？我平时也会看些商学书，经过分析，我发现苏雪姐的抖月短视频注册用户虽然多，但是他们到现在都没有盈利，这对生意人来说就是失败的。你听听若若的分析啊！亏我还让你掌管整个苏氏集团，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看不出来吗你？哼，我看呀，苏雪那个丫头就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钱总受了迷惑才会帮她。说不准啊，好了肚子呀，早就被人家搞大了。钱总受了迷惑才会帮他，说不准啊，好了肚子呀，早就被人家搞大了。妈，苏雪是我们的亲妹妹，也是你们的亲生女儿，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她呢？只有若若是我们的亲生女儿。你们没有看到吗？啊，她都跟我们家断绝关系了，你们还这样帮着她说话？还是我们把孩子们教育的太善良了，这么轻易的就被苏雪那个骗子给骗了。果然，在这个家里，每一个人都对苏雪的误解很深。爸妈，既然你们这么排斥她，当初为什么要把她从农村接出来？又为什么要和她相认？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留在农村会比现在过得更幸福。你以为我想接那个孽女回来吗？爸，您什么意思啊？再怎么说，我们苏家在海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可那个孽女从小长在农村，品行不端不说啊，还没有什么文化。我是担心有一天她会误入歧途，连累到我们苏家呀，孩子。我这才把她给接回来。你们把她接回来，是为了监视她？
苏雪是人，不是畜生，更不是我们苏家的一条狗。苏怀川，你是疯了吗？啊！居然敢这么跟你老子说话！苏怀川，你是疯了吗？啊！居然敢这么跟你老子说话！爸，您别生气了吧。大哥，爸前段时间刚被苏雪姐气得心脏病发作，我求求你们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迷惑，破坏咱们一家人的幸福啊！爸，你喝点茶顺顺气。坐，别动气啊！还是我们的女儿若若乖巧懂事。你们都坐下。怀川，你也别怪我跟你爸生气。这件事要是若若做，我们绝不拦着。毕竟若若从小在咱们苏家长大，受的都是全国的顶级教育，那做任何事她都会深思熟虑。至于苏雪那个丫头，做事冒冒失失，都不过大脑。妈，你也别说苏雪姐了，也许她也是被人利用了呢。我听说最近集资诈骗很猖獗，好多人都上当受骗了。苏学姐该不会也是在搞这种非法的勾当吧？什么？你说什么？他的公司在哪儿？我现在就过去派人给他砸了。他的公司在哪儿？我现在就过去派人给他砸了，省得有一天捅出篓子，让我们苏家兜底。哎，爸，您刚从法国回来，旅途辛苦，这几天先好好休息吧。是啊，大哥已经在万山酒店订了包间，过几天正好是若若和苏雪的生日，到时候我们一家人有什么误会，一起坐下来解决。行吧，我刚从法国回来，的确没有功夫搭理他。这件事情你们就看着安排吧。啊，若若呀，来看看爸爸妈妈给你买的什么好礼物，喜欢不喜欢？这去法国呀，化妆的跑了整条街给你买的，真的喜欢。哇，看看这个礼物，好着呢。准备给姐姐买啊。我一定要让这个家回到本该有的样子。苏总，现在抖月平台已经拥有5个亿的用户啦，其中1/4的人是100万粉博主，1/10的人是1000万粉博主。而且啊，据目前统计，已经有10几家品牌公司愿意跟我们合作，日盈利预计至少100万呐！好，继续推进项目。苏总，您家人到了。爸，小雪，这里不欢迎你们，送客。哎，小雪，今天是你生日，爸妈让我带你回去吃团圆饭。团圆饭？你们苏家的团圆饭什么时候有我的份儿了？小雪，大哥把你的日记给我和二姐看了，是我们误会你了，跟我们回去好不好？我跟你们回去干什么？让你们回去继续羞辱我吗？让你们回去逼我罚跪吗？哦，还是苏若若又想了什么新的花样，让你们过来一起戏耍我呀？7月30号，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姐姐都来学校接我了。爸妈，哥哥姐姐，你们怎么都来了？若若，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带你吃大餐去。谢谢爸妈，哥哥姐姐。行了，上车吧。走。你干什么？我不喜欢外人坐我车。而且，臭死了！你身上什么味儿啊？快开车！三哥，
小雪，之前我们是犯过错，但是也都已经真心悔过了，不管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的。你怎么了？是生病了吗？我是被你的风凉话给吹感冒了。你怎么了？是生病了吗？我是被你的风凉话给吹感冒了。三哥知道你在说气话，正所谓血浓于水，我们是一家人，不会有隔夜的仇。不必了，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我还要感谢你们呢。如果不是你们一次又一次的把我当狗，践踏我的尊严，我也不会看清谁才是对我最好的人，谁才是我的家人。小雪，你别这样。没有人愿意一直当狗。小雪，爸，爸，你怎么来了？今天是你生日，我来给你送蛋糕的。蛋糕我们晚上回家再吃，我现在带你去吃大餐。好，走。大哥，我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先回去吧。一会儿等这个孽女来了，我要好好给她立立这个规矩。你放心，一会儿她来了，我一定得让吃点苦头。竟敢趁咱不在家，把若若给气病了。那个孽女呢？不会是连门都不敢进了吧？小妹说她工作太忙，不来了。那个孽女呢？不会是连门都不敢进了吧？小妹说她工作太忙，不来了。忙？她忙能忙得过我们吗？啊，我跟你妈那都是成功人士，能花时间赏脸跟她吃这顿饭，她应该感激。这还掰起谱来了，你看看，不就是开个什么破公司吗？啊，真把自己当壳葱了？那她要是像若若这么优秀，岂不是地球都容不下她了？爸妈，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说她？再说了，我们苏家也没给过她什么吧？是啊，之前我们顿顿吃着海鲜的时候，她就海鲜过敏，在学校只能顿顿吃馒头和咸菜。那她活该，谁让她山猪吃不了细糠？就是。好了好了，服务员，上菜吧。这家店特别好吃。苏总，您可算来了，您订的房间在楼上，这边请。好，谢谢。苏总来了，可以给水人间上菜了。您的帝王套餐已上齐，请慢用。这是不是上错了？对呀，这个牌子的红酒一瓶得30万呢，我们可没点啊。没有错的，我们经理说了，这酒是赠送给苏总的。我明白了，他们老板呐，一定知道咱们是 VIP 贵客，想巴结咱们的。算他懂事，大家开吃吧。来，吃吧。苏总，这是您订的包间。这30万的红酒还真好喝啊，回味无穷，入口醇香。小妹，你们不是说这个孽女不来了吗？哟，还带着个穷鬼啊！有些人呀，就是上不了台面，知道我们今天吃好吃的，闻着味儿就来了。那赏你们的，滚外面吃去。怎么回事？应该是弄错了，我现在让人把他们请出去。小妹，你们能来，我太开心了。是啊，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快进来坐吧，进来坐吧。坐。我让你们坐下了吗？先给我们道个歉，争取我们的原谅。爸，这个好吃。哎，还敢动筷子？我跟你说话，你聋了吧你？爸，这个好喝，快尝尝。你知道这瓶酒多少钱吗？啊！你敢给这个穷鬼喝？我拿来吧你！你拿过来！
苏总，怎么没把你摔死？真可惜。哎呀，苏总，怎么没把你摔死呀？真可惜。哎呦，老公，妈，你没事吧？啊，苏雪，你疯了吧？你居然又打你爸！眼神不好就挂个眼科，好好看看。明明是他为老不尊，抢我的酒。你什么叫爸抢你的酒？苏雪姐，你太过分了！这顿饭明明就是爸妈掏钱请我们的，你应该心存感激。老乡摇匀了再跟我说话。你又打我！还装呢？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恨我呀？是不是想打我呀？我一直都想问问你，你到底是什么牌子的塑料袋这么能装啊？你个孽女，你还敢放肆！不让我放肆，我也放肆这么多次了。你们都听到了吗？我就说了，他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你们还不信？刚有点成绩啊，翅膀硬了就找不着北了。你要是成首富，你还不得杀人放火了你？我也不想跟你们废话，这个酒30万，赶紧赔了，给我滚！你说什么？啊！你砸了我的酒，居然还让我赔你钱！我是要笑死了啊！我原本以为你长能耐了，学人家什么搞什么创业啊，原来你靠的是坑蒙拐骗呢！说不定你明天就得破产，我呸！你来说。实在不好意思，各位，是你们走错了包间。这瓶酒确实是属于苏雪的。实在不好意思，各位，是你们走错了包间。这瓶酒确实是属于苏雪的。你说什么？你刚才不是说这瓶酒是送给苏总我的吗？对，这瓶酒确实是我们送给苏总的。这苏雪，他就是个乡下的，他也配叫苏总？啊，我知道了，嘿，你们俩也有一腿吧？你是他的姘头，嘿嘿嘿嘿，我忍你们已经很久了。反了，一堆穷鬼敢打我们有钱人！怀川，明知你们还能干什么呀？给我打回去！看谁敢！妈，都是一家人，有必要闹成这样吗？一家人？你看看他现在还有拿我当一家人吗？你们就是啊，他纵容这个穷鬼打你爸，就是把我们家的亲情给倒没了。我告诉你，苏雪，我们才是你的亲生父母，这瓶酒就当你孝敬我们了，想让我们赔钱没门儿！嘿，姐，你之前欺负我也就算了，你现在怎么能这么对爸妈？那是你的爸妈，不是我的。若若，你才是爸爸的好女儿，赶紧报警，让人把他们都给抓起来，让他们牢底坐穿，让他们……哎，你们来的正好，快把他们……你们来的正好，快把他们！你们抓我干什么呀？行凶这才让他。我们接到举报，你损害贵重物品，还拒不赔偿，请跟我们回所里接受调查。你说，我才是他的亲生父亲，我喝他一瓶酒怎么了？就算我把他打死，那我也是应该的。你不仅袭警，还意图杀人，下走！你放开我！放开我！老公！卢雪，我真是越来越看不清楚你了。你从未用心看过我，怎么可能看得懂？我今天收拾不了你，但是你如此恶毒，你一定会遭报应的。我呸！我们走。你没事吧？快送医院！送医院！快！慢点！小妹，对不起，这卡里有30万，希望你能跟警察说好话，放了爸爸吧。这钱本来就应该你们赔给我，但他袭警也算是他罪有应得。
爸，以后别打人了。爸也知道打人不对，可他们都欺负到你头上来了，爸不是心疼你吗？但我也心疼爸呀。那苏家人的脸皮比城墙都厚，给我爸打疼了怎么办？可他们都欺负到你头上来了，爸不是心疼你吗？但我也心疼爸呀。那苏家人的脸皮比城墙都厚，给我爸打疼了怎么办？好，那我以后用鞋底子抽他们。我看行。苏总，今天这个事儿啊，您别放在心上。这顿饭我请，就当算是我赔罪了。好，谢谢。爸，咱吃饭吧，我都饿了。妈，脚还疼吗？你说呢？爸，没事吧？苏雪那个孽女，居然让老子住了15天的耗子他。人家本来只关你3天，是肉肉贿赂警察，才让你在里面多待了几天。对不起啊，爸，我也是担心您。没关系的，若若，爸爸也知道你是好心。哎呀，倒是那个苏雪，竟然亲自将老子给关进去，他才是最可恶的人呢。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啊？苏雪姐的抖月平台越做越大，已经有好多投资者跑去跟她合作了，我们至少损失了1半的合作商。没关系，若若，爸爸和妈妈上次去法国早就给你安排好了。国际知名品牌雅丽丝已经决定让你当云国唯一的代理商。什么？是那个所有明星贵妇都在用的奢侈品大牌吗？对呀，人家就是看中你的才华和能力，才把这么重要的合作呀给了你。肉肉，恭喜你！我已经决定，3天以后我会在海悦豪庭酒店为你举办一场新闻发布会，到时候我也会请当红明星为你宣传造势。不出半年，你将会成为我们云国知名的最年轻的女性企业家。哼，她苏雪，她就算个屁的！爸妈，你们对我太好了！哎呀！苏总，这位便是国货品牌的吴总。因国际大牌是如今市场的主流，他的公司正面临着破产。请坐。哎，3天，我便可以让你的公司死灰复燃。3天，我便可以让你的公司死灰复燃。真的吗，苏总？您这是要投资我们吗？不是投资，我是要宣传打造你们。这是具体方案，你们可以看看。原来苏总叫我来就是为了寻开心啊！虽然如今抖月短视频火爆，但都是一些草根网红，你让他们来宣传我们的产品，能比得了那些明星代言的大品牌吗？既然你心存疑虑，不如我们来打个赌，3天后，如果我不能通过直播带货卖爆你们的产品，我可以赔偿给你1个亿的损失。1个亿？好，苏总，您有魄力，这合同我签。只是苏总，我不明白，那么多人想跟您合作，您为什么要选择我呢？我是商人，但也有底线，用良心做国货的品牌不应该被埋没。哎，对了，听说苏家要在海悦豪庭举办庆功宴。是啊。你花2倍的价格把它包下来，3天后我要送他们一份大礼。若若，看见没有？这就是爸爸妈妈给你打下的江山。若若，看见没有？这就是爸爸妈妈给你打下的江山。哎，居然是以后沈小姐，我还给她拍过杂志照呢。哎，
那个是商界大佬刘总吧？他可是我偶像啊！爸妈，我真的很想跟苏学姐一起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刻，我能不能打个电话让她也过来？叫他那个垃圾过来干什么？丢人现眼吗？爸，苏雪，苏总到。哟，这是怎么啦？一家人整整齐齐的，遭报应了，贪了。这里不欢迎你，你给我滚出去！爸妈，你们先别生气。我想苏学姐啊，是知道我要和国际大牌雅丽丝合作，所以特意过来想分一杯羹。哼，分一杯羹？你还真跟个狗一样啊！听说我们要吃肉了，闻着味儿就来啃骨头。你现在知道你和若若的差距了吧？就苏若若这个即将破产的公司，也配我惦记？苏雪，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现在在直播带货。我得提醒你一句，现在的市场潮流是国际奢侈品大牌的天下，你和这帮濒临破产的国货在一起合作，只有死路一条。小梅，正好我和沈影后认识，不如让他帮帮你，兴许那些落魄的国货还有救。你们都还没有看到直播带货，怎么就判断他一定不行？万一他的反响空前绝后，让苏若若的公司破产了，怎么办？嘿嘿，你要是能成功，那我就直播倒立吃土。国际知名奢侈品大牌与苏家达成合作。紧急插播一条新闻，就在刚刚，由抖月短视频平台开创的直播带货反响热烈，掀起国货浪潮，全国海外奢侈品品牌销量下跌，丝若公司面临破产。全国海外奢侈品品牌销量下跌，丝若公司面临破产。什么？若若，这不可能！爸妈，我刚刚一定是在做梦，对吧？还知道疼呢，那就不是做梦。笑，你还笑得出来？你妹妹做生意都失败了，你不是安慰一下？你快把你那个抖月公司送给若若啊！他要气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啊！苏总，你想怎么跟我没完啊？是用家法处置我，还是让大雨天让我跪在院子里，还是罚我禁闭不给我吃饭？我告诉你，今时不同往日。你刚才怎么说的来着？赌输了就吃土，那你现在就吃吧。你把土拿过来。我跟你说，你让你爸吃土，你要遭天打雷劈的。那就让老天来惩罚我。孩子，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爸都支持你。爸，走，咱们去吃庆功宴。苏总，刚才我手下员工打来电话说，订单排到明年的6月份了。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我自罚一杯。这还只是开始，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全国所有用良心做产品的企业都能被大家看到和喜爱。来，吃，就知道吃！你妹妹都要自杀了，你还搁这儿吃？我把桌子给你掀了！吃，就知道吃！你妹妹都要自杀了，你还搁这儿吃？我把桌子给你掀了！掀了你起开！苏远镇，你到底想干什么？乡巴佬，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你说什么？苏雪，我求求你了，你就把公司给若若吧，要不然她真的要去死呀！那就让她去死好了。妈的，你还敢口出狂言！你苏远镇，之前我是给你面子，你别逼我把你那些破事都抖出来。
说什么？我有什么事儿啊？你少威胁我！我告诉你，那我问你，苏若若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真的只是单纯的养父和养女吗？我跟若若不是养父母关系，还能有什么关系啊？你少威胁我！就是的，姐姐，你跟别人乱搞，可不代表我跟你一样啊！孽女，你既然敢污蔑你爸和若若的清白，你看我不打死你！钟曼丽啊，钟曼丽，你为这个渣男辩解的样子可真好笑啊！苏远镇，你还不说实话吗？苏若若根本就不是你的养女，她是你跟小三的私生女。啊？跟若若居然是父女关系，这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个解释！老婆，这东西都是可以伪造的，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张院长，您是云国最权威的医学专家，既然苏总不信我，不如您现场再给他们做一次鉴定。苏总，我的鉴定团队都在这儿，咱们再做一次。我不做。爸，你跟若若要是没关系，再测一下也能证明你的清白呀。是啊，爸。爸，再测一次。不用测了，若若她是。不用测了，若若她是我的亲生女儿。妈，苏远镇，你骗我骗得好苦啊！可是你和那个女人的孩子，老婆，他是我跟文静的孩子，老婆。文静就是那个秘书，她不是死了吗？是，文静就是因为生若若难产才死的，老婆。你果然和那个奸夫有一腿啊！你既然那么爱他，你怎么不跟着他去死呀？你为什么在这折磨我，折磨苏雪，折磨我们所有人？老婆，我是想死，可我看到若若，我选择活了下来。老婆，我们已经有那么多孩子了，可我跟文静只有若若一个，难道你就看着她从小失去亲生母亲，再失去我这个亲生父亲吗？那我呢？你就忍心看我失去双亲，让我自生自灭？对，我就巴不得你死，就是因为你的出生，文静才大出血，我不能陪在身边，我一想到你我就害你，也就是你饿死了文静。你混蛋！也就是你饿死了文静。你混蛋！老婆，你打我干什么呀？你要打这个孽女，要不是他曝光这件事情，把咱们一家的幸福全都给毁了。苏远镇，你骗我骗得好苦啊！这些年每一天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而你心里却想的是你那个小三儿，你死呀，你个王八蛋！不仅如此呢，从我回到苏家那天起，苏若若她被我分走宠爱，处心积虑的想要害我，而苏远镇就是那个帮凶。之前他诬陷我偷东西、打架、推他下楼梯的事情，这些我都不提了。你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关于那场火灾的任何线索吧？对，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那场火就是苏若若为了陷害我故意放的，而你们的好父亲
苏远镇为了让他的好女儿洗脱嫌疑，故意找了专业的团队抹掉了所有的痕迹。爸，是你们做的，不是，都是他的造谣。是啊，大哥，我这么善良，我怎么可能要放火烧死你们呢？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的烧伤呢？你的背上应该有烧伤啊！你的烧伤呢？你的背上应该有烧伤啊！多亏了整形医生手术做得好，我的皮肤都恢复了。可是上次修复手术是我陪你去的，医生明明说你背后的伤要再做2次手术才……手术啊，他根本就没受伤，他做什么修复手术？你还记得上次去我们家看到我的那块伤疤吗？原来是你，是你救的我们。是我做的，是我做的，又能怎么样？我就恨不得你死，你知道吗？知青青来到了苏家，若若她都不爱笑了，因为我比你们要脸，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我的亲生父母会那么恨我，我也没有想到我亲生父亲恨不得我去死，还有我的哥哥姐姐，帮着外人一起来欺负我，从来都不帮我。小贝，你给我闭嘴！苏远辰，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做了那么多错事，你后不后悔啊？后悔？我当然后悔！我后悔我当初没把你生下来就给掐死，我掐死你！我小心！哎，若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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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哎，若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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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呐！大爷二连，快救救我的若若，救我的若若！若若没气了。来人，快把这个杀人犯给抓走！若若，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像你这么狠心的父亲，我一定要亲手把你送进去，让你牢底坐穿。走，走。小雪，我的女儿，一切都是妈妈的错，你能原谅我吗？你让我怎么原谅你啊？破镜能重圆吗？不，妈妈一定会尽全力弥补你。你让妈妈干什么，妈妈就做什么，好不好呀？你去死！你死了，我就能原谅你了。小妹，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但不管再怎么说，我们也是血浓于水的亲人呐。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我已经死过1次了，我欠你们早就还清了。不，你不要胡说，你不要胡说，你不能对妈妈这么绝情。你可是妈妈怀了10个月生下来的呀，孩子。对，你只是生了我，但是我养父养育了我20年，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他才是我唯一的家人。妈，我们现在怎么办？也许他说的对，只有不去打扰他，才是最好的结果。